在叠色基础上啊，我们还有一个方法的话，在这个纸张上它叫做洗色，但是我们在指甲上的洗色和在纸张上它是两种不同的方法啊。那我们讲的肯定是以纸张上这个指甲上的为主哈，我们先写下来。其实我们平时啊有一个行为也叫做洗色，那就是把这个占有颜色的笔放在水里面去清洗一下啊，这个过程也叫洗色，但是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法的洗色它不太一样啊。在纸张上所谓的洗色，就是把一个颜色画好以后啊，就是去画好这一方面之后的话呢，趁它没完全干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涂的颜色深一点啊。在纸张当中，我们的洗色呢，就是把一个颜色铺好以后，然后把纸笔洗一下。洗一下之后的话啊，不管它干了，或者说这种半干的状态下，然后我们可能说从中给它稍微再去清洗一下，或者是拿那个干净的纸巾啊，去吸走一部分这种水分啊，或者说在中间画点啥，然后把这个部分的水分可能是给它吸走啊。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换在指甲上，我们应该怎么操作啊？给大家看一下。取点这个绿色啊，也是平铺开来啊，画好之后。然后我们也是啊，用另外一支笔给它洗干净。洗干净之后啊，这个水量它跟我们的纸张上是有所不同的。这个需要大家在实际练习当中去掌握一下啊。还是我那句话，在甲面上练习，大家会更好掌控一点。那我们另外一支笔干嘛呢？把它洗干净。洗干净之后，把水分都吸走啊，吸成一个相对于很干燥的一个状态。你要不洗笔的话，它这个笔毛相对不够柔软的啊，所以一定要洗笔。洗完之后，利用干笔的状态下，我们把这个颜色看到没？给它吸走。它可以把这个颜色再吸回到哪里啊？因为笔毛是有这个吸水效果的，对吧？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颜色再吸附到这支笔当中去啊，像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的一种做法叫做洗色哈。那除此之外，还有最后一种啊，最后一种叫做弹色法。弹色法呢，多数见于很多的国风款式啊，或者神话色彩的款式，这种背景色，它里面会有这种白色的点点，细去观察啊，各种白色的点点，对吧？这种很密集的，但是又让人看起来不会觉得密密麻麻的。这种为什么用水彩做？因为如果你用彩绘胶一点点画上去的话，首先它是慢。再者来说，它体现出来的那个感觉，颜色太实，它就一点都没有那种梦幻的感觉，反而看起来就是有密集恐惧症了，是吧？所以的话，我们用水彩去体现出来，它是效果非常通透的啊，所以出来的感觉就很梦幻。它可以是一个颜色到多个颜色。我们先把这个再写一下啊，它的洗色，它也叫吸色啊。吸色法。好，弹色的话呢，那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以白色举例啊。这个首先很多宝贝会反映，就是说试过这个方法，但是很多就是凭缘分哈，摸一次能弹出来，摸一次弹不出来，摸一次弹出来那个点点特别大，然后会把底下的颜色都破坏掉啊，底下色彩都破坏掉，有的时候就是弹半天那个颜色出不来。那我们要给大家掌握一下，首先这个技法的话，我们首先第一步啊，取水量要足。那我们又给大家换了一杯清水啊。首先的话呢，我们这个取水量要达到哪里啊？完全到根部的一个位置啊，不要让它侵入到笔杆。有的时候笔杆上沾上的水分，在我们弹色的过程当中，这个水珠就会变成一个灾难啊，变成一个大水珠。所以说啊，不要这样，就完全给它浸入到莫过于3/4啊4/5这样的位置就可以了哈。浸完之后的话呢，我们去取这个白色。取几下也很重要啊。颜色假如说你蘸1下2下就拿出来的话，它蘸上的颜料不够，在我们弹出来的颜色当中，它会变得特别透啊，特别浅，存在感会特别低。
而且再一个就是水和颜料的比例不足，导致水分太多，那我们崩出来的这个颜色也可能非常大啊，就是一大块一大块的，那不要那样，所以我们要再取出来再浓一点，大概沾3、4下左右基本就可以了啊。如果我们再蘸的时间再久的话，它弹出来的那个颜色就弹不出来了，因为它吃的颜料太多了，就是水分和颜料的比例就是颜料太多了，它就导致于就黏糊糊的这支笔啊，它就弹不出来颜色了。然后我们吸完这一下之后的话啊，很多宝贝是直接吸完之后啊，水蘸完了，颜料吸完了，直接到那个水彩上面啊，直接到我们的甲面上去弹颜色了。这个时候也可能弹不出来，或者说是有的时候弹出来，有时候弹不出来，不均匀啊。其实就是因为这个颜料它现在还在笔尖的位置，它分布不均匀，我们去在这个调色盘上给它压均匀就可以了啊。这个压的动作也很重要，你让它这个含水量和这个颜料都充分的给它1比1进行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给它完全分散到这个笔毛当中去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然后不要等太久啊，等的时间越长的话，笔都快干了，它能弹出颜色吗？对吧？它又弹不出来了。给它放到这儿啊，然后我们给它放到甲面上之后，拿另外一支笔杆去敲它啊，然后离远一点，离近一点，然后甲面从头到中间到尾部再抬高压下啊，这样的话它弹出来的这个点点它是大小不均匀的啊，这样一个感觉啊，给大家细看一下。看到吗？这个点点它就是有大有小的，就是因为我抬高又压下来，抬高压下来，然后蹦上去的点点它就是这样的啊。假如我换个颜色啊，就是这个方法啊，大家掌握好了，你也能蹦出来，就是特别均匀又细腻，然后又比较明显的一个了哈。来啊，我们洗完笔了之后，重新蘸水啊。取到这些，我取个什么颜色？取个这个颜色吧哈，1下、2下、3下、4下啊，基本上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揉到旁边来，完全在调色盘上面压一压，让它把颜料吃进到整支笔当中去哈。来盖一下啊，这个基本上旁边用干净的纸巾稍微做一下遮挡，要不然崩到哪儿都是。看这就能看到了，崩到哪儿都是。抬高一点，压低一点，压低一点，并且要游走啊，不要在一个地方一个劲儿崩，要不然这块密，然后四边都又没有。这样，它能崩出来很多啊，能洒出来很多，看到吧？周围密密麻麻的都是。然后这样啊，用水彩去弹色，这个好处就是它能呈现出来很均匀的，点点，而且的话又是很通透的啊，不会让我们觉得很密密麻麻的那种效果。而且的话呢，它在做出来的这种感觉是多个颜色可以去渲染它的背景。我一般这种款式的背景色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元素啊，你像这个里面就有，这个里面就有，这个里面也有。这个里面就是这2个颜色，白色和这个青绿色去配的。你等这个的话就是肤色和白色去配的啊，就会弹出来这样的点点，可以多色去配。然后在一个星空上面点这个小点点也可以，对吧？这样就是一个弹色的方法啊。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水彩当中所要掌握到的基色的一些基本技法了啊，宝贝们可以回去练一下，要记得在甲片上去练习哈。好，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结束喽，拜拜。那我们其实还有一个，这个方法的话叫做枯笔法啊，这个弹色我就不在这个上面演示了哈。枯笔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比较干燥、干枯的啊，这个意思就是笔上的含水量要很少，但是颜料要足，但是呈现出来的效果啊，比如说我们来取一个颜色，就这个紫色吧，这个蓝紫色吧。通常情况来讲啊，我们是取完这个颜色之后，然后再用干净的纸巾把它上面的这个水分吸走，对吧？吸个大概差不多啊，然后你的笔尖可以再去蘸一点点这个颜料，这个时候啊，它所呈现出来的就是比较干燥的效果了。但是你要说里面一点含水量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啊，还是有一点点的。但是这个时候你所在纸张上啊，或者说在甲面上呈现出来的这种线条，可以看到啊，它是这样的
它是不成条的啊，就是画出来的这种很干枯的这种纹路的一个效果，对吧？我们直接在这个，还是把这个取一个深蓝色啊。取完颜色之后，对吧？我们第一步干嘛？吸一下，吸一下之后啊，你看画上去，其实在这个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颜料，所以说我们还是到这个颜料当中再来蘸一蘸啊，蘸一蘸，相对于比较干燥的状态。如果你不确定的话，我们可以再反过来啊，到这个颜料当中戳2下，轻轻笔上轻轻戳2下啊，这个时候你可能再去展现，看到吗？就这种感觉啊。然后我们再到甲面上来，这种方法多见于水彩的彩绘啊，或者一些背景色，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种纹路感的一个渲染。那旁边的地方我们就可以依据实际情况啊，我们就选择要不要把这个边缘的位置打开，可以不打开，也可以说稍微边缘这个位置啊，我们再去拿空笔啊，给它走一走，就是拿把这个笔洗干净啊，洗干净之后把水分吸个差不多，吸成比较潮湿的状态之下，我们拿着这样的笔在中间的位置给它扫一遍，这样去。好啦，那这一节课就是我们一个完整的啊，给大家讲到了水彩的一些所有的一个基本技法啊，操作在指甲上的。好啦，那这节课到这里喽，拜拜。